这两天真的是把我累着了。每天律所的好多事情，一个都停不下来。我以前一直不知道，原来是你一直在帮我。媳妇儿，我错了。 错了，你这个菜做糊了，没糊啊。什么？ 关涛，东山集团丢了。那怎么会呢？之前不是谈挺好的吗？怎么会？你去问王庆来呀，他知道。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做好方案让他给寄走，到现在都没给他寄。人东山集团觉得咱们办事效率太低了，跟别的所签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关涛，王庆来真的不能再用了。 200多万的单子呀，200多万啊，没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处理，你先忙去吧。喂，幸福，你过来一下。 关律师，事情你都知道了吗？我现在就想知道王庆来到底想干什么。没错，当初是我提出来让他来的，所以不管他做了什么，大家能包容的都尽量包容了。可是现在因为他的原因，导致现在律所直接丢失了这个客户，1年损失200万。关律师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会这么严重。那还有什么补救的措施吗？也许会是因为别的原因啊，但是对方给我们的理由就是办事效率低，我们没法辩驳。都是我不好，就是我没叮嘱好他。你要我说多少次你才能知道？他是他，你是你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那就让他辞职吧。我没想好怎么做，让他自己选择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小珍，怎么了，庆姐？你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庆来了吗？没有啊。哦，行，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
喂，关律师，我想请个假。哎，对，豆子这个不能。妈，哎，幸福啊，你不是忙回不来吗？刚醒。哎呦，乖，又大了一圈。不着凉。妈，青来呢？青来昨天回来了，饭都没吃，一头扎在屋里睡，一大早就出去了。行，那我去找找他。哎，妈妈一会儿回来啊，豆子。回来喽，乖，咋不叫人呢？别太累了啊。嗯。妈妈，走了。关涛开除我了。没有，他说让我们自己做决定。我没脸回去。我不知道那个东西那么重要。我知道你心里怪我，那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好。律所因为这个事情损失200多万，我就是把我卖了，我都赔不起。重要的是你心思就不在这上面，你的心思就是在你的土坷了上面，那事儿能干好吗？你啥意思嘛？你想要土啊？对，我是土，你变羊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不明白你之前在家里边，挺能干，挺不犀利的呀，那怎么到了城里面又怕苦又怕累，不学习还想抄近道，老想着依赖别人？因为我着急呀。你急啥呀？我急啥？啊？我急啥？何幸福，我告诉你，我急啥？你以为我看着你蹭蹭蹭的长能耐，我心里不着急吗？我有时候我夜里我连觉我都睡不着。我恨呐，我不是恨别人，我也不是恨关涛，我就是恨我为什么不是关涛。幸福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算把我累死，我也成不了天天教你知识，教你文化，教你开车。给你指道的那个人，我想来想去，我在城里，我只能跟在你后头，我只能跟在你后头，我一次次的拖你后腿。你知道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在前头跑，而我明明知道我自己根本就跟不上，我还要硬着头皮跟。你知道那心里什么滋味吗？你就真这么喜欢种地吗？我一开始呢也以为我喜欢种地，可是进城这几年，我明白了，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种地，我只是熟悉种地。你说这种地有什么好吗？风吹日晒，一身水一身泥，累得要死，还挣不了几个钱。我要说喜欢，那肯定就是骗人。那你为啥还要回来呢？幸福，我活了30几年，我才明白，我才发现，我只会干这个。这就是我最熟悉的事情。站在地里，我只要闻闻味儿，我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该施肥，什么时候该打农药。我听声儿，我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建苗，什么时候该挂果。就是踏实。
但是踏实也不能原地踏步吧？过日子总得往前看吧？那么多从农村去城里打工的，人家不也是都挺好的吗？对，你这话老跟我说，城里是挺好的，大家都想进城，可是，在城里，我觉得我就像个傻子，每天就追啊赶啊，硬挺着。我生害怕我自己没做好，哎呀，没做对，就让人看不起，而也就奇了怪了。我抬手是错，我抬腿还是错，我太累了，太累了。谁不累啊？所有想过好日子的人，都累。金峰，我知道你也不容易，这几年跟着我吃苦受累，受委屈。你回去吧，我们俩不一样。你注定就是这天上飘的云彩，我就是这土泥巴，我够不上你。你回去吧。你追回来是不是想跟我离婚？你就离吧，我不赖着你了。行，那我就简单的说两句。哈哈，哎呀，可喜可贺啊！你看，又一个漂亮闺女啊，归咱们万家庄了。哈哈，哎呀，要说这个小伙子们娶媳妇儿开始拜我呀，那得从当年老王家娶幸福的那个时候开始啊。那回那个婚礼办的可真够热闹的，大伙儿还记着吧？祝他们小两口甜甜蜜蜜、和和美美，家和万事兴。幸福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等你们呢到了叔这岁数，就明白了，什么都不如一家的人啊，不如老婆孩子热炕头。年轻人出去闯闯也是应该的啊，可是啊，不能忘了为什么闯，是吧？不能闯着闯着把自己给闯没了，再把家给闯没了，那就不值。你看这一转眼吧，这是孩子都长这么大，你们呐得多陪陪孩子，再让他在你们身边长大，哎，那个就能不一样。
哎，你好，请问这个地方怎么走？这儿啊，对啊。往那边走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庆来，庆来，幸福，吃饭喽！庆来，庆来，你怎么锁门呢？幸福和你在一块儿吗？他没在，啊？你俩到底咋回事？没什么事儿。庆来，我们都看出来了，是不是让我说中了？他有外心了？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媳妇儿还是个懂事儿的媳妇儿，日子能凑合还是得凑合，你听见没有？要是不能凑合了，可得把小豆子把着，那是咱家王家的命根子。行了，妈，你回去吧，我歇会儿啊，你别管了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幸福刚把饭都做好了，一会儿下来吃啊。妈，早饭吃了吗？吃了，一大早你也不吃饭，哪儿去了？我出去转了转。哎，小豆子，看这是什么？花。呀，起来。花。闻一闻香不香？嗯，真香。红色的花。哇！妈，我先上去了啊。你干啥呢？帮你收拾收拾。这么着急想让我走呀？长痛不如短痛，干脆来个痛快呗。那把这些大枣也带走吧，我爱吃。你自己收吧。我收啥呀？那过2天回来我还得挂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回来？青来，我爱较真儿认死理儿，这辈子估计也改不了，我也不想改。既然决定嫁给你，就认定你是我的丈夫，我也不会轻易改变。我可以为了孩子和你回到万家庄，这个理儿我认。但是青来，我不管将来在哪活，我都不会贪清闲混日子，我肯定还会朝前奔。所以你想好了，如果你嫌追着我跑太累，想离婚，我也不勉强你。我这就带着小豆子走。如果你还想和我继续过日子，那这个理儿你也得认。
城里怎么办啊？我回去辞职。你的意思是辞职回乡下，不在城里干了？啊。你舍得关涛和那个律所啊？万书记跟我们说过，一个人要是闯，连自己和家都闯没了，这不划算。我觉得有道理，家在哪我就在哪。这些衣服都太旧了，回头我给你买新的。真的很不错。嗯，这儿的风景太美了。是啊。可惜这个山里的住宿条件太差了，要是可以待久点，都可以拍个风光片了。要不，过一段时间再来一次？行啊，太棒了！我最喜欢就是那个有山泉水的地方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。是，你是说这座山吧？哎，车来了，快走。哎，进。关律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怎么样？青兰说她没脸回来，我想就算了，由她去吧。哇，那我们得赶紧再找个勤杂，要不然所里那么多事儿，你忙不过来的。还有事吗？不光勤杂，你再找个前台吧，我也要走了。什么？就因为青来犯了错，所以你也要走吗？我不说了吗？很有可能是对方的托词，所以才这么说的。再说，就算这件事情是有问题啊，那是青来的问题啊。你真的别胡思乱想，你也不要有压力，好吗？也不光是因为这个。幸福，我明确的告诉你啊，你不能走。律所现在那么多事儿，没有前台怎么成呢？而且我也想不到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能来当这个前台。你是不是因为现在工资太少了，你想加工资？没问题，你提出来，你要多少都可以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不是的。你再好好想想。
借。高律师，在没找到新的前台之前，我还继续在前台工作。明天的预约我也都整理好了，我先给你放这儿了。幸福啊。有时间吗？来这坐会儿。好。你想好了吗？舍得吗？还是舍不得的。我在这儿学了很多东西，虽然我只是一个前台，但是也确实长了很多见识，也让我也见了很大的世面。如果你不离开，以后会见更多的大世面。想想当初从医道出来，这些日子真的是一步一步苦过来的。有我，有你，有张律师，还有王律师，我们辛辛苦苦从一个那样的小律所走到了今天。你看，那么高那么大的一个地方，还看得那么远，眼看这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，你想清楚了吗？坤涛，你知道吗？有些植物就是长在野外，如果一栽到花盆里，就活不成了。青莱就是这种植物，离开了土地，它就像失去养分一样，越活越臭臭。咱不说别人，说说你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跟庆来是两口子，我们有共同的孩子，小豆子他都3岁多了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我不想闯着闯着就把家给闯丢了。每次我回到家，他见着我就哭，好不容易混熟了，我就又走了。我不想错过他的成长。我也很害怕，他未来会不认我这个妈。好，这个理由成立。还有呢？刚到城里的时候，我就是想先咬着牙，先在城里活下来再说。后来你收留了我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慢慢的知道了，人不应该只是活下去，还要能活得明白，活出自我。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未来能做些什么，现在我终于想清楚自己的未来是怎么个活法。我现在有目标，有奔头，也有责任。我知道劲儿该往哪使了。我的目标不一定非得是背井离乡，在大城市里才能实现。我回到家乡，跟我自己的家人一起，一样可以实现。所以，我该回去了。啊，挺好的，成长了啊。你说那个时候你刚来城里，我就特别希望你有更多的知识和文化。可是现在你有了成长，有了变化，我反倒觉得那个时候的你好像更好，挺好。冠涛，谢谢你。我爸死得早，家里边有什么事儿都是我这个做老大的扛着。
但是真到自己有事的时候，也只能自己扛着。就每到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想，我要是能有个哥哥该有多好啊！认识你是我的福气，你对我好，我这心里也一直都会记着。以后我就不叫你关律师、关主任，我就叫你关大哥，行吗？行吧，反正不管说什么，我肯定是拦不住你了。那就祝你不管在哪儿，都能变成那个最好的你。好。哎，太逗了啊！我告诉你，对方律师一看就没有认真准备，在庭上被我俩问的一愣一愣。尤其休庭的时候，哎，你没看对方那个律师，哎，那脸色儿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我们能一起拍个照吗？留个纪念。想在哪儿拍？拍照就在咱们新方圆那个几个字儿下面，在我前台的位置。啥事儿啊，姐？急急忙忙把我叫过来，我饭都没吃呢。啊？哦，我刚吃一口，给你吧。我先吃了。哎，饿死我了。星月，姐要回去了。今天我跟关涛辞职了，等他们招到新前台，姐就回万家庄了。不是，你辞什么职啊？傻不傻？你是跟关涛他们一起创业的，那会儿那么苦你都没放弃，这会儿都已经打开局面了，多亏呀！而且你回去能干啥？你想好了吗？我想开客栈。星月，姐钱不够，你能借姐一点钱吗？不是，是客栈，姐，你要是说回去是开客栈，那我不同意啊！你知道人家都说客栈是什么？是农民专门坑城里人钱的，多难听啊！星月，我好好做生意，咋就成了坑人钱了呢？你是不是就是不想借我钱？我怎么能是这个意思呢？不是姐，你要说钱，是我现在的确是开着车，拿着好包，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工作需要，我没有看起来那么富裕，而且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事儿不靠谱，不是别的。你也不容易，就当姐没跟你提过。算了，你先吃吧。不是这，姐，那这样，回头给你拿1万块钱，如果是你过日子有需要的话，我再给你拿一些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如果是开客栈的话，不同意。不是姐，你想想，你跟万家庄闹成那个样子，你要是开客栈，是要建在人家地上的，那水电都得用人家的，那他们能不刁难你？到时候双方能不起冲突吗？到时候真要起了冲突，我是他们的律师，你是我亲姐，你让我夹在中间，我咋办呢？就公事公办呗。如果我真跟万家庄的利益产生了冲突，到时候你就做你的，我就做我的就是了。我就不该跟你张这个口。姐，
我永远也不会忘了，我是在为咱们一家人奋斗。你还记得我承诺过吧？我说，我一定要在城里买一个大房子，让你跟咱妈都住进去，然后再把自己嫁到别人的大房子里去。不用，姐会有自己的房子的，你也不用想着把自己嫁到别人的房子里。凡事还是得靠自己。幸福啊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？我想回去开客栈。开客栈？鸟飞涧对吗？对，那个地方山清水秀的，特别漂亮。那你说幸福要是不发财啊，老天爷都不答应。那幸福呢？你有钱吗？我自己攒了20多万。20多万不少啊，但是开客栈呢，那20多万可远远不够啊。对，你还要考虑到客源，然后服务特色，其实不只是钱的问题。这怎么不是钱的问题？你就说客源啊，得做广告吧，服务，软件得培训，硬件得置办，这都是钱啊。有什么计划吗？说出来，我们给你参考一下。对啊，是这样，最近这2年，我回家的路上都能看到很多登山客和自驾游往我们那儿跑。因为我们那儿离城里很近，大概2个小时，而且交通也很便利，非常适合节假日过去度假。可是没有一家像样的客栈。我大致算了一下，1年4季除了冬天，其他3季基本都能入住。1年不多算，就算个200多天吧。那地方我不打算建大，就建个小的，连建带装修。假设投入200万，那入住6户人家，一家连吃带消费，怎么着也得花上个400来块。那这一天我就能回收2000多块钱，那这1年我就能回收50万左右，不多算，就算40万吧。那除去本钱，至少能挣20多万，有个6、7年本就回来了，剩下的都是挣的。干嘛要建小的呀？要建就建规模大的。我觉得吧，做事情啊，就是要有魄力。但是你要建规模大的话，它本金只有20万啊，剩下的钱怎么办啊？20万肯定不够。我想上网众筹。众筹？你还知道众筹？这人要有心啊，没啥是想不到的。但是呢，细节决定成败，你要好好再想想。行，我们先吃饭吧，大家别为我的事儿再饿着了。好，来，先吃先吃，开了都。哎，但是幸福啊，你这客栈要是真开起来了，那我们仨得是第一批入住的吧？哪有说嘛，打折啊，腿打折，免费啊！免费？你要点脸吗？你做个人嘛！哎，来，我们来敬一下我们的何老板。来，将来去贵府做客，你可要多多关照啊！来，祝你财源广进，客源不断。这预祝客栈顺利开张。谢谢大家。也许你人生残破，也许失望让你沉默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倔强的活。谁能阻止你用力去生活？也许理想已斑驳，也许命运略显坎坷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坚强地活。谁能阻止幸福开出花朵？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，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。
山，不知天之高。不离深渊，怎知地之厚？别人说用全力拼搏。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。跌碎的梦，再一次的重生。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。